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事业、财富、感情即将迎来什么样子的惊人转折哦。还有我们要如何把握这一波最强的好运哦。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态，看一下这是不是你们的牌哦。我们的牌卡是20号跟22号，妒恨跟阴阳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啊，你们啊，目前可能处在一种会跟别人比较的一个状态，这个比较啊，会造成你痛苦的来源哦。可能是你会去看身边的人，觉得他们事业顺遂，感情好像很甜蜜，回过头来去跟自己比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公平，或者说停滞的感觉。这种嫉妒感啊，不一定是对其他人的恶意，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况的不甘心跟自我怀疑。你可能觉得，我也付出很多啊，为什么运气不站在我这边？为什么我的回报比例不成正比呢？甚至你会觉得有人暗中在阻碍你。那这一张牌啊，它真正想要说的是，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就像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她站在阴暗的拱门之下，外面呢却是一片金色的光哦。她手里拿着象征丰盛的这个金币，代表说其实呢，你们并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哦。其实你们可能已经在某些领域累积了一定的成果，你非常的有能力，或者你很有脑袋。现在最痛苦的点在于说，你们明明看得见外面有这么一大片金色的光芒哦，你看得见别人的成功跟资源，但是你觉得自己好像跨不出去，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原地，你会
去看说好像有人命比较好，有人好像总是有贵人去帮助。那牌面上这个女人啊，她的眼神有一点就是在沉思，或是有一点不开心，她望着远方可能就像你们一样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实力，但是刚好有人帮他，或是刚好抓住了一个什么机会。那你们呢？你们明明看得到机会，却还没有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丰盛，所以总是对于现况有一个强烈的不甘心感。那其实现在宇宙也在利用这份不甘心去帮助大家改命，因为很多人大转折的起点其实是因为不快乐，是因为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想法，说我再也不想要回到以前那样，或是说我有一个强烈的决心想要改变，所以这张牌它像是一个我觉得很强烈的觉醒牌，特别是在事业方面你们可能你的灵魂已经不甘于一个小格局的这种模式的一个成功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开始扩展你的事业版图，或是研究一些新的变现的方式，或是加大你的投资。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的这些没落跟不甘心，是因为过去到现在，其实你们正在经历一种好像长期把野心压抑下来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们很能够忍耐，也很擅长观察你们的自尊心很强，然后也不喜欢向别人求助或是示弱。你们明明看得懂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你明明看得见那些通往成功的一些道路或是光芒，但是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还没有轮到你，你好像还站在这个阴影里，明明你手中就有这么多的这个金币是可以运用的一些才华或是资源，可是为什么还没有到一个真正的大放异彩的时候呢？或者是还没有得到你梦寐以求的一个资源或是生活呢？当你在社群媒体看到某些人他播的一些照片，一些并不比你努力，甚至能力也不如你的人他轻而易举的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心里会有一个很深的刺痛感。这个刺痛感其实也是你的灵魂在对你发出一个最后的通牒，就是其实你再也不想要过那种被动的，然后永远等待别人去选择的人生我觉得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有一些丰盛的欲望，这个欲望正是在好像推波助澜，因为你们的野心正在觉醒。你可以大胆的去承认说，我就是想要赢，我就是想要变强。好，当你去这么想，这么去承认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其实能量即将要反转了。好，接下来这张牌是阴阳结合前面那张这个嫉妒的能量来看，代表说其实阴阳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执行方案，还有一个转机的预告其实你们过去几年的能量都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状态，这个失衡可能是表现在说，哇，我明明就付出了200%的努力，为什么我只得到可能50%的一个回报？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在感情中总是去包容别人，等待别人，然后你在职场中做的很多，但是领的可能一样，或者是说升迁奖金你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不公平，所以你们可能长期处于一种付出跟回报不见得这么成比例的一个内耗里。那你们总是看得见现实跟理想的一个落差，然后不断的自我怀疑。那这张阴阳牌出现其实宇宙正在宣告这个失衡的旧能量即将结束，大家你们的命运要重新的对齐了。这张牌揭示了一个对大家而言很重要的转折，就是阴阳互补能量的降临过去的大家很像是一个孤独的战士，因为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人能够真正的帮到你，所以你们可能凡事都靠自己。但是接下来的个命运大洗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宇宙会慢慢的开始把你失去的东西补回来。那在事业跟财运上，阴阳它代表的是黑暗跟光明的一个交换。
比如说有一些卡住的款项，有一些停滞的一个项目，会因为你的心态的转变重新的流动起来，或是因为外在环境机缘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大家你会遇到跟你能量互补的贵人，他们会带领你进入新的圈子，提供你从未想过的一个资源哦。那在情感的能量上，我觉得大家你会遇到一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哦。这个人他不是会让你心累跟内耗的对象，反而是一个成熟稳定，能够让你放松下来，不需要再随时武装自己的人。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从我承认我想要变强，进展到我允许我自己被接纳，也就是说你们的心理弹性增加了。同时啊，阴阳啊，它也象征着某个循环的终点哦。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正在处于一种极致的黑暗或低潮，那其实这张牌就会在告诉你说，你的能量已经触底了，接下来就是反弹的时刻。你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这种卑躬屈膝的去祈求好运，因为当你内在的阳性力量，你的行动跟野心和你内在的阴性力量，你的直觉跟承接达成一个平衡的时候，最强的好运会主动的来找你。所以第一组啊，我觉得你们迎来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幸运，它是一个人生层级的跨越。这两张牌合在一起看啊，我觉得你们需要相信你是值得丰盛的，之后这个命运的转盘会开始转动。你们现在所感受到所有的不甘心、焦虑跟这种妒恨感，它并不是来毁掉你，而是宇宙正在强制把你跟那个旧的这个受委屈的不甘心的受害者版本的你自己断开连结。你们的能量接下来要进入到翻盘时期，所以请停止自我内耗。好，以上啊是属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到你们的能量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好，首先呢，你们好运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结束一些无意义的一些社交哦。这张牌对应到大家即将发生的第一个大转折，我觉得你们会进入一种高质量的这种孤独的状态中，就像画面中这个毛怪啊，它独自坐在森林里面，然后它跟一只飞来的这个红色的小鸟在对话。那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哦，因为这只毛怪它并不是被世界遗弃，而是它主动离开了很嘈杂的人群哦。很多第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这几年都活得很累很辛苦，因为你身边一直有一些人哦，他们有点像是我嘴巴上说支持你，我会支持你，相信你，帮助你，但实际上只是在消耗你的能量哦。还有一些人他只会在有事找你需要你的时候才出现，那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通通都不在，甚至有些人会让你觉得怀疑自己，然后有一些关系有一些连结，你会觉得哇，每次跟他们见面完就好累，甚至连那个传讯息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压力。以前呢，你可能会想说我不要撕破脸，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了，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进入到一个灵魂的清场期，你们会开始慢慢的远离一些场合哦，你不再逼自己去维持某一种表面的这种和平。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想要去关掉社群媒体，消失一阵子，安静一阵子。那这张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当你停止向外去索求认同的时候，其实你们真正的贵人哦，就会开始靠近。你们真正的贵人是什么呢？就是这只红色的小鸟，它是讯息，它是灵感，它是机会的来源，它也是真正懂你们的人。那这张牌也预示了一个财富的转机哦。你们这组的财运真的很特别哦，你们并不是靠那种大张旗鼓到处去社交啊，拼命的跑这种各种的这种应酬啊、饭局啊交换而来的，反而是一种好，你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默默的生根，
就会赚钱哦。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很适合做个人品牌、经营副业，或是创作型的工作，写作啊、自媒体，或是深耕你现在本来就有的一个专业的能力。那你以前可能一直把力量给别人，但是现在宇宙要你把能量回收了，把主导权拿回来了。好，这个是第一张牌。那我们的第二张牌是梦想之地哦，这张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哇，这张牌，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好，这张牌是极致优美的梦想之地哦，有一个公主她非常优雅、非常舒服的躺在这个很高雅、很精致的白色的像云朵一般的床上，那周围有花朵作为装饰哦。哇，这张牌一出来，我就觉得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进入到一个很强的灵魂显化期哦。有没有发现呢？最近你可能会容易一直想到某件事情，或是一直梦到某一种未来，或是突然对某一个议题、某一个方向、某一个想法很有感觉。这个绝对不是大家乱想，是因为大家的灵魂已经先看见了未来。所以大家要记住，第一组的你们你们的问题绝对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你太早放弃自己。现在呢，你要相信自己。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它代表说其实你们的命运正在从一种求生存切换到开始要创造人生，开始要去经历你的梦想，这样子很大的一个能量的转折哦。比如说呢，你过去有一些事情你想很久，但是却不敢做，现在这些想法会变成你的一个种子，然后周围呢会出现一些推动力，让这个种子真正的可以成长，真正的可以去发芽开花。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要转职，想要搬离某一个环境，想要去学习，想要提升，或是想要改善提升家里的一个状况。有些朋友可能是开始想要真正的为自己而活。这张牌有一种月亮显化的能量，代表说你越放松，越相信，越不焦虑的时候呢，事情反而越容易成真。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可能很容易出现，哇，我在半夜的时候灵感大爆发，突然想到了很多的方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或是突然文思泉涌，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有可能你会遇到贵人，就是要找你合作，或是有一些新的收入来源进来，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人生是越过越顺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当你开始允许自己去做梦，宇宙就会开始为你编织现实，因为你的梦就是宇宙为你编织现实的这个材料。那些曾经被你认为只是幻想的一个成功，现在正在透过这张牌的能量一点一滴的向大家靠近。好，这张牌代表说我们正式要启程咯。这一张牌有一只这个巨大的色彩漂亮的蝴蝶正在带着毛毛怪往上飞升，代表说大家你们的人生是有一股强大的助力把你拉起来。你看这只蝴蝶是比这个毛毛怪还要大的，这个助力可以完全的保护你，并且把你拉起来推升起来，让你到天空之中去看不一样的世界。很多的朋友我们会去离开过去的环境，离开并不代表失败，而是因为大家正在升级，所以呢，你们可能会开始对很多的东西突然没有感觉以前在意的人突然不想去追了，以前执着的事情突然觉得好累以前很怕失去的东西，现在反而想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魂已经知道过去那个地方装不下现在已经要生的你们。所以在感情上如果有一种长期不平衡，只有你在付出，或是说
充满冷暴力，这种暧昧拖了很久的感情，你们可能会突然的清醒。那在事业上，有些人可能会离职换跑道，结束某一些低薪高压的环境，不想要再替别人燃烧自己。或是有些朋友，你的这个事业啊，如果你自己是老板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开始吸引更高频率的人走进新的圈层。这一切都不是小改变，而是整个生命层级的一个位移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要去看见这个位移，必须要先放掉地面的引力，就像蝴蝶带领的毛毛怪离开地面一样，你要放掉这个地面的引力，才能看见高处的风景。这种转折啊，我觉得它会伴随着一种不安感跟紧张感，但是呢，接着来的就是那种哇，我终于解脱的轻松感。这种轻松感会让大家确定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好，下一张牌是未知哦。这张牌其实是叫大家我们要拥抱一些不确定性。这张牌真的很漂亮，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生哦，她站在这个云端廊桥的边缘呢，望向远方远处这个发光的未知的领域。这一组牌很重要哦，因为啊，第一组你们最大的课题是，有些朋友你其实很想，或是说你总是要先确定安全才敢开始。可是呢，现在宇宙要大家明白哦，很多真正改命的机会，一开始它看起来不像是机会，一开始它看起来可能很陌生，让你很没有把握，很不像是你自己以前会做的选择。但是呢，其实它反而是新命运的路口，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看不清楚结果的一个局面哦，一段新的关系，一个新的机会，你可能会害怕。但是这张牌说，不要再因为恐惧把自己困在，或者说走回旧的世界。因为你们的好运就藏在这片未知里，接下来3个月你会感觉到真的是被命运推着走，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规划好的，预先设想好的，但是最后你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些看似混乱的改变，其实都在把你推向更好的地方。所以这张牌其实想要大家去交出控制权，去信任那个比你想象中更强大的一个自我，去信任你的守护天使哦。当你站在桥梁的边缘，感受到风在吹动你的白衣的时候，请不要回头，因为呢，在前方那片白光里藏着你从没有体验过的丰盛跟尊重。现在啊，你们的人生正在从配合世界转向创造世界，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恭喜你们，你们准备好去经历这一场充满奇迹的未知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最后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祝福跟提醒哦。好最后2张牌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哦，真正能够改命的人，最后呢，其实都是回到他的一个内在去做重建哦。真正能够长久翻身的人，是他们先离开了原本耗损自己的世界。我觉得你最后抽到这2张牌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也是整场命运洗牌的一个核心哦。第一张牌是一个这种僻静的一个小屋，在森林中，每个小木屋都是独立的，不打扰的，不跟其他人交谈的。那这一张牌的画面很美哦，一栋栋的小木屋，它藏在森林高处，它没有盖在这种很喧闹的城市当中，而是安静的被树木包围。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张牌，是不是说啊，他要休息呢？其实不是哦。这张牌它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离开外界的噪音之后，你才会真正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啊，可能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这几年都活在一个很微妙或者很奇怪的状态里，你每天都很忙，一直在做事、处理问题、照顾自己，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赚钱，但是你可能没有真正的给
给一些重要的时间给自己，你可能会发现好像很久没有让你心真正安静下来了。因为有些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安静，因为这个安静就会让你开始听见你内心的声音，就是你真的想要继续这样活下去吗？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你接下来的生活会进入到一个重新校准的阶段，你会开始去想说，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到底在为谁活？我现在追求的东西是我想要的吗？所以接下来很神奇的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可能很容易的去接触到一些个人成长、自我疗愈，或是这种比较安静型的一个社群，或是身心灵，或是冥想，或是创作等等的，你们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或是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们的灵魂正在找出口。还有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怎么说呢？成熟太久之后，有时候呢反而不敢去做梦，因为你们被现实训练的太完美了，你开始习惯说我先想风险，先想失败，先想自己够不够格，有没有钱，先看看别人会怎么想我。但是这张牌，第二张牌是小朋友的能量小朋友其实不是这样，小朋友是这个好好玩，我想试试看，感觉很有趣，我要去尝试看看，甚至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点子。所以最后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失去的好奇心要被找回来了。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小时候其实非常的有创造力，比如说你可能曾经我们很爱表演说故事画画，或者很有灵感，很有感受力。但是你长大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被现实磨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又不能赚钱，这个又不切实际，或者说这样子的可能不太适合现在我的生活。但很多朋友你们真正财富的入口可能就藏在那一些你曾经最热爱的东西里。最后这张牌这张亮黄色的牌卡画面中两个孩子穿着恐龙装。他其实在提醒大家你们不要因为问问题或是开口感到害羞，你不懂就去问，不知道就去找，就是问再问，直到你得到满意的结果为止。同时这个也是第一组观众通往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全心的全然的去投入，就是你保持一个纯粹的状态，把自己完全的投入进去。你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们不敢做梦，你们要像孩子一样，先去试试看，先去玩玩看，用你的想象力来解决问题。这个就是宇宙给大家人生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提点好，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如果呢你也想要快点的找回生命的主权的话，欢迎参考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把这门课程呢当作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好，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的财富、感情、事业即将迎来什么样重大的转折，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子接住这一波强势的好运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哇，你们这张牌呢是沉思的女人这张牌给我感觉到就是一个冷静跟知性的气质，所以第二组的朋友这个就是你们。我觉得你们比较偏内敛的在外人眼中的你们可能是优秀冷静，甚至带有一点神秘感。有可能你在你的专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或者是说身边的人习惯向你寻求意见，也有可能你是家里的这种主干股，是这种帮大家安排事情的人。那另外一种的类型我会觉得也许你们并不喜欢去掌控别人，可是你们本身呢表现得非常的有条理，非常的优雅，就是呢你们不会把自己很慌乱的一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那其实在这张牌的想要传达的一个深层的讯息，其实你们带着一点深层的
孤独，而且这种孤独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个孤独哦。这个可能也是你们内心最真实的一个煎熬哦。我看见你们手里拿着一本书，这个代表说，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我成长、自我学习或是进修哦。你们不断的在优化各方面的条件或是自己的专业，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们还在盘算着未来的1年、3年到5年的一个布局。你们非常的清醒，你们看不上一些廉价的，或是说要贬低自己去得到的一个机会哦。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很像是在一座精心搭建的图书馆里面，独自的翻阅着人生的剧本。那你们可能，如果你们的年纪已经到某一种状态，我可能会觉得说，我该取得的学历取得了，该读的书得了，该考的证照也考到了，该累积的经验也够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你却有一种，那我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的这个有一种停滞的能量，或是孤独的能量哦。那现在啊，你们的能量场即将进行一种大规模的系统更新，也就是说，这个大规模的系统更新会使你不再满足于一些小打小闹，就是过去可能对你来说是很珍贵的机会，现在的你提升之后，你其实已经看不上眼了。你在等待一个能够去匹配你智慧的舞台哦。所以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很聪明，你们常常啊看这个事情可以一针见血，然后常常能够看透，但你不见得要说透，因为说透有时候对你其实是没有好处的。你身处在人群之中，但常常会觉得灵魂很孤单。那同时我也看到你们不断的在打磨自己，你们有一种冷静的压抑感，而且你们的优雅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极高的自律跟要求。好，哇，这张牌很厉害。接下来这张验证牌叫耐心哦，哇，耐心，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出现的很关键哦。我觉得你们心中的一个孤独感或是煎熬，可能已经到某一个临界点。如果说第一张牌是大家的外在状态，那第二张牌其实就是大家的灵魂时钟哦。你可能最近啊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一个无奈感，或是说你手里握的这个时钟啊，其实是代表说你们对于时间管理哦，对于人生的进度其实是非常有一定的规划的。你们可能是一个自己创业的创业者，或是一个正在等待升迁的一个精英人士，或是说呢，你们在感情、在家庭、在这个小孩的教育规划上等等的，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们其实内心啊，虽然外表很冷静，好像在沉思，但其实内心的世界却非常的活跃。然后呢，我觉得你们直觉不断在跳动，你们在看着牌面上这个发光的时钟，这个时钟啊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代表说其实你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不想要浪费。你现在正在对齐，有些朋友是对齐你的财富能量，有些朋友是正在对齐那个可以跟你灵魂共鸣的伴侣，或是对齐一个能够让你大展身手的职位。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啊，已经渐渐的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跳跟某一种宇宙的节奏连接在一起了。你们心里有一个莫名的直觉，就是有什么大事情快要发生了。如果你心里有这样子的感觉，或是说这样子的叙述有触动到你的话，那这两张牌就是你们的牌哦。你们之前所有的沉稳跟布局都即将迎来最强的一个转折点。好，你们的这种好运不是天上掉下来那么简单而已，是你用超乎常人的耐心所换来的这个报酬。好，如果这组牌是你们的话，我们就一起听下去，来揭晓一下好运会怎么到来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首先呢是 Into Your Arms， 这一张牌是有关于三维世界频率的对齐，还有安全感的一个重新的建塑哦。转折正式启动了。我们首先感受到的能量是关于灵魂碎片的一个回收哦。
我觉得在三维的物质世界里啊，你们可能长期有一种不安全感或是一种焦虑，这种不安全感跟焦虑会得到实质的回复。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好长一段时间自己好像独自在事业或是财务家庭中去撑起所有的责任，但是接下来呢，你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你环抱，就像婴儿被母亲环抱那样。那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一次神圣女性能量的一个觉醒哦。大家过去可能很习惯用理性的左脑去算计，去盘算、去竞争、去规划，但这张牌告诉你说，转折点在于你愿意开始去信任。目前呢，大家的频率已经提升到足以吸引所有灵魂家族的伴侣出现了，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显化过程中，你们渐渐的会遇到那一些你不需要多说什么话，就非常能够了解你、支持你，而且愿意提供实际的资源给你的贵人或是灵魂家族的伙伴。那在财富的流动上，这也代表了一个你们可以去承接的运气，金钱会流到你这里，或者说你之前布局的这个投资啊，产生了稳定可观的一个收益，让你放下那种哇，我需要不断的去奔跑才不会坠落的一个匮乏感。现在呢，这是一个归巢的讯号，你们不用再担忧了，你们不用再奔跑了，你在四维的时间线中正在去修补什么？修补过去因为压力、因为焦虑等等的产生的能量的裂痕。接下来大家要感受到的是宇宙的宠爱，宇宙会透过各种形式来拥抱大家哦。好，第二张牌 Realization。 好，这张牌啊是灵魂使命的一个达成哦。在维度的跳跃跟能量转换的过程中啊，我看见这张牌会让你们所有显化的一个愿望尘埃落定。这是一张全面显化的牌哦，代表说在灵性的层次啊，大家已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是一个极尽乐土在人间的显化，也就是说大家会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丰盛的中心哦。你们即将迎接一个开花结果的收割期。比如说呢，大家之前啊在沉思的过程中去种下的一些智慧种子，透过这个耐心的灌溉之后，现在都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资产跟影响力。而且啊，你们的事业它会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你们不再需要焦虑的劳作，因为呢你们的频率已经跟万物的律动同步。还有这张牌也代表着大家你们在阿卡西记录中那一段关于匮乏跟牺牲的业力已经正式的清偿完毕。当然你们并不需要透过过度努力或是这种苦行僧苦修的方式来去证明你自己的价值，你只需要存在在那里，丰盛就会被你自然的频率所吸引哦。你们拥有了真正的生命的主权哦，你所想的生活，你所渴望的爱，你所追求的地位，这些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是你举手投足之间呢，你就能感知到的这个真真切切的现实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功德圆满的转身，大家你们会带着五维的智慧在三维的世界里优雅的漫步。你看见了，你终于明白了，你自己本身就是圆满的。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是 Voyage。 好哇，这张牌呢，它代表着四维时间线的跨越，还有新的航道要展开了。大家你们即将进行一次跨越命运维度的一个航行，它也是时间线切换的过程哦。大家看一下这艘小船啊，它在金色的海面上要远航了。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的意识即将突破了。如果你过去啊觉得自己困在某一种乏味的规律的循环中，
那现在呢，在即将来临的这一波转折里面呢，大家会突然发现一条全新的黄金的航道。这个具体的好运呢，它会体现在你们视野跟地理位置的扩张，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航海时代的能量，你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现在的小圈子。这一波好运呢，会推着大家去接触跨领域的合作，可能去远方旅行，或者是展开一项全新的冒险计划。这个变动啊，是因为你的灵魂主动切换到了更高频率的实相。我觉得从无为的角度来看，这张牌象征着大家已经跳脱了对于因果的一个执着，进入到道果为因的一个显化过程了。你不再是因为过去做了什么，所以现在得到了什么，而是你已经在未来看到了成功的自己，而那个成功的自己，那个愿景反而去引导现在的这个小船航行。而且大家渐渐的会放下这个对于岸边的安全感的一个执念。接下来呢，整片大海的潮汐都会成为大家的推动力。在这波转折当中，大家会发现原来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到达终点，而是你拥有在多重实相中自由穿梭的一个能力哦。好，这张牌非常的一个厉害哦。其实我们第二组，你们过去真的等待了很久，在旷野中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哦。你们在这么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展现了极强的自律跟韧性。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一直在坚持心中的某一个理想或是理念。有些朋友可能是对于感情什么样子的人的一个想法，或是说你们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在各方面是宁缺毋滥的，会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选择都保持在一个高质感状态的一组朋友哦。而你们手中的这个时钟大家知道吗？它并不是一个世俗的时间，它是一个宇宙的时间，也就是说神圣转折点发生的时间哦。其实在五维的意识中，大家的愿望已经达成，但是在三维的世界中，你好像觉得说我需要透过耐心来让这个实相降落，但是你们的能量已经要突破了。它很像是在黎明之前的最后一次祷告，你已经做好所有生而为人能做的努力，剩下的就是完全的交付跟臣服。你们最终会发现，这个等待绝对不是浪费，而是在进行一个频率的对齐哦。因为你在磨练自己，在过去的过程中磨练自己，确保这一波强大的好运降临的时候，你有足够强大的这个能量跟容器去承接它。现在呢，这张牌已经具体的告诉大家，你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自律跟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之后，哇，你们来到了这一张无限宽广的世界哦。你们仍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我看见你们已经通过了测试，准备去接受这个来自跨越维度的礼物。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我们的觉醒哦。Awake 这张牌代表说无为意识震动，让你们醒来了。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震撼的转折顶峰哦。这张牌是灵魂的大觉醒，它是维度提升的一个瞬间哦。在三维世界中，我们叫它什么？我们叫它是这种天启一般的顿悟哦。你们可能会在某一个平凡的早晨醒来，哇，就突然看透了，或者说想破了某一些卡关的瓶颈，或是瞬间明白了一段复杂关系背后的灵魂的契约。我觉得这波好运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资讯它是非线性的涌入，你们会获得某一种超前的视觉，你们能够感知到市场，感知到环境，感知到人际关系中一些细微的能量的流动哦。这种直觉力其实是大家在财富布局上一个最强大的外挂，因为大家能够精准的避开一些坑洞，
能够去抓住别人看不见的商机，这个就是五维意识在对三维生活的降维打击。所以当进入到五维意识的你啊，你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零点场，在这里啊，时间不再是线性的障碍，而是一个你可以波动的弦。以前呢，你可能觉得哇，我需要花好几年才能达成这个目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大家一个念头的转动，在短短的可能数周或是几个月内，我们就显化完成了。所以我们即将迎来一场灵魂的庆典。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好像从一个很长的梦中醒来，然后看见哇，窗外是满地金黄，那个光芒啊，不单单只是外在太阳在闪耀而已，还包含了大家内在神性光芒的一个反射。你们终于发现，终于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命运中挣扎的人，而我们是那个创造命运的主宰者。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要给第二组的朋友什么样子具体的提示跟祝福哦。哇，这张牌是祈祷，很虔诚的祈祷哦。这双承接星光的手，象征着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宇宙的馈赠了。这张牌并不是要大家向外去祈求，相反的，它是验证了大家内在的神性力量已经准备好跟宇宙频率完全的对齐哦。真正的祷告啊，并不是带着一长串的愿望清单去跟宇宙讨价还价，而是去寻求你跟你的内在神系亲密连结的时刻哦。接下来呢，在45天之内啊，我觉得大家会经历一次很惊人的心想事成。比如说在财富显化方面，哇，我在心中过去默默盘算着某一个资产目标，或是一直以来你在观想的这个投资数字，它会透过一次意外的转机在三维世界中达成哦。这个并不是辛苦劳动换来的，而是你的频率对齐之后属于你的神圣礼物。第二个是大家有可能会获得天启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在一场比如说复杂的这种行政程序官司，或是某一个决策中，你突然感受到一个非常可以去明白应该怎么做的这种清晰感。这种智慧啊，会让你在职场或是在这个财务的一个迷茫的状态中去找到一种平静，可以去精准的避开风险，去抓住别人看不见或是像流星一样很快一闪而过的机会。所以这一波好运它的核心就在于静心哦。大家要学会让内在说话，我们是奇迹的承接者，我们并不是一个祈求者。那另外啊，这边宇宙还有一个很深的讯息想要告诉你说，你以前可能觉得人生必须很用力去拿到一些东西，或是我要去准备的很齐全，我害怕错过，我总是要去规划很多才有能力，或者说才有机会去抓住好运。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有些事情啊，其实并不需要你拼命的去追赶，或是有些事情其实你拼命追赶也不是努力就可以有的。真正高阶的显化不是追，而是吸引哦。当你频率稳定下来之后，很多卡住的人事物会突然的往你这边靠近。它可能是某一个关键的讯息，或是突然出现的人，或是你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事情开始反转，或是一个让你改变未来方向的灵感跟想法，或是一段话哦，你会开始感受到宇宙正在重新排列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位置。好，再来看一下结尾牌。你们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前面有书，后面也有书，结尾牌是读书会。哇哦，接下来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在人间迎来的这个丰盛显化，并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状态，你们会进入到一个很像是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社群哦，所以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好，接下来呢，3到6个月，我觉得你们会发现哦，你成为某一个能量中心的发起者，或者是核心的节点哦，你们会经历一波资源的共享还有扩张，大家会遇到一群
志同道合或是层次相当的伙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聚会而已哦，它是能够共享资源，或者说共同创造跨维度价值的某一种，我觉得算是精英的一个社群哦。那你们可能会透过一些小组的讨论或是实作，将你的灵性智慧转化成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的显化成功的案例。那这个好运呢，也会带来实质的社会地位提升哦。你会感受到，我跟我的社群一起成长，它是能够带来长久的一个复利效益的。那这张牌它也很像是一个命运圈层的更换，大家会慢慢离开那些总是消耗你、否定你或是看清你的人际环境，你们会开始进入新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他真正的看懂你的价值，你们被看见了，你说的话，你分享的观点是别人很想要去知道的，或是说别人是觉得非常珍贵的。你会发现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痛苦跟挣扎，最后呢竟然变成可以帮助别人的力量。好，你们整组牌停留在读书会，因为你未来的丰盛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成功了，而是大家你有能力开始带动别人一起成长，一起翻转命运。所以总结来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从沉思走到觉醒，你们拥有极高的自律跟本身的一个才华。你们接下来会用5维的意识去改写3维的命运，而且这一切来得刚刚好，这个时机点来得刚刚好。同时更棒的是，大家会跟志同道合的灵魂家族的伙伴一起去走这条路，把灵性的能量变成你可以真正看见的丰盛人生。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在财富、事业、感情上即将迎来什么样子重大转折哦。宇宙要给你们的这一波最强的好运，我们要如何接住呢？首先呢，来验证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哦。我们的第一张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处境很微妙哦。这一张牌是在讲其实你们心里有一种就是隐约觉得不对劲的感觉，或是你早就觉得不对劲的一个状态。这种感觉就很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这个天空明明还没有下雨但是整个空气开始变得很闷，变得很沉甚至它带着一点令人不安的电流感。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很紧绷尤其是如果你最近在考虑转职，或是已经在进行这个转职换跑道，或是说你也开始在想其他的这种工作机会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呢，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你会想要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因为旧的世界好像已经行不通了，或是你已经觉得旧的这个世界快要崩坏了，你可能每天还是一样的去进公司，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做报表，可是你内心很清楚说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也许是你觉得这个公司的制度开始混乱，或者说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奇怪，或者是整个团队的氛围越来越压抑也许有些朋友你会觉得本来很有期待跟热情的自己，现在好像只是每一天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在运转，而且最可怕的是让你感觉到好像看不见未来。好，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是比如说家庭主妇这张牌我觉得也验证了可能你长期为了家庭的和谐而压抑的自我已经累积到了某一个临界点，那你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赶快再做点改变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很沉闷的气压给吞噬。或是如果有些朋友你是进修，或是说在学习的学生你可能感觉到目前钻研的这个领域风向有所转变，或者说你发现了某一些不可以说的真相，
让你觉得如果继续走的话，好像前景不是这么的乐观。那这种压力其实是无形的，因为它会让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一个莫名的紧绷哦。其实你们并不是因为混不下去才要走，而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某一些地方它可能有危机，它可能之后会崩塌，你已经看到了一些征兆，你不想要成为一个最后被压倒的人。所以呢，这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思考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那大家看一下这张牌上有一些石柱哦，摇摇欲坠，有些看起来还站着，但是它其实内部早就已经裂开了。也就是说，可能你表面上还维持的某一种正常的运作，可是你知道这个体系它可能经不起下一次的风浪，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直觉其实很准啊，因为你们就是能够提前感知到这个危机哦。这种感觉甚至很难跟别人解释哦，就是别人可能看你说现在的状态不是还可以吗？还好吗？薪水也不错，或者说现在景气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会想要走呢？但只有你知道，你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已经快要让你的灵魂窒息了。所以呢，其实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是有先见之明的，你们并不是太敏感，你们的能量是能够比别人更早的看见问题哦。很多人以为离开代表失败，但其实不是哦，因为你们会想要去离开，是因为你已经看见这个旧的地方，接下来可能会有危机，可能已经无法再承载你的未来，所以你的灵魂正在提前的预警，你要去离开一个可能快要沉的船，但是你在等待一个最适合的时机离开。那或者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点像是清醒的看着某一些混乱正在形成，或之后要发生。那你们如果觉得心里确实有这个担忧未来的一个风暴的话，那这一张牌其实就是验证大家的一个能量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验证牌。好，第二张验证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了。你们的灵魂其实已经做出决定了，你们并不是只有想想而已，你们真的开始往出口走了。有些人可能已经在更新你的履历，或是已经准备离职了，可能就差某一个时机。其实更深层的是，你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你的脚朝向门口。这张牌代表说大家你们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你们决定不再当一个受害者，或者是说你们想要进行一次主动的止损。很多人的变动是被迫的，但是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绝对是主动的去做出这个选择的。大家看一下牌面上这个穿着华丽的桃红色长袍的女子，她走向一扇这个金色的敞开的门，代表说其实大家的离开并不是很狼狈的离开而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值得更好的，比如说在工作上你值得更适合你的一个环境，薪水更高，或是这个更能够平衡，就是家庭工作平衡的一个环境。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还没有走，但是其实你已经在内心设定了某一个截止日期哦，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作，因为大家已经认清了旧的环境它是匮乏的，而且你们决定不再投入任何的能量去修补那个已经破洞的现状。这组的朋友啊，以前你可能会想说我再忍耐一下，但是现在你会告诉自己说已经不一样了，你有一个很强烈的疲惫感，你真的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某一种内耗的状态里。你会发现说自由其实很重要，平静其实比面子更加的重要，灵魂的快乐比别人眼中的成功更加的重要。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不再留恋过去的一个功勋哦。看一下牌啊，它这边上面有美丽的樱花，也就是说可能过去也曾经美好过，这个感情曾经美好过，或是工作曾经是你的梦想，
曾经这个团队带给你归属感，曾经你在那里很拼命的努力过，但是你现在非常的清楚哦，有些美好已经停留在过去的时间线了，有些东西它并不是不美，而是已经结束了。而现在的大家，你们正在跨越一道能量之门，当你往前走的时候，那些让你觉得内耗的人际关系，那些不断消磨你的责任，那些每一天醒来都让你觉得很沉重的能量，都会被留在门的另外一侧。而且最神奇的是，这张牌啊，它叫离开，可是它的能量是一个带着光的，很开心很光明的能量。也就是说，其实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心里已经感受到，这个离开之后，门外有新的空气。虽然你们还看不清楚未来长什么样子，但你确实知道那里是更值得期待的，比现在的状况更加的自由。所以呢，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人还在原本的一个位置，但是你的灵魂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你可能会对现在的某一些身份产生疏离感，比如说你坐在办公室，但是觉得自己很像局外人，或者说你可能还在现在的这个关系状态中，但是你内心已经开始想象另外一种人生哦。有些人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很想要整理东西，删除一些旧的这种资料啊，或者清空某一些连结哦，因为你的能量正在进入离开的一个状态哦。而且你们的离开啊，并不是逃避，你们是在奔向更好的自己。这个离开代表说大家的命运终于开始转向。所以呢，其实这两张牌它的能量非常的深邃，它代表的是你们灵魂的一个垂直位移哦。当大家跨越了验证牌中这扇金色的门，你们进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好，如果你觉得这两张牌有验证到你的能量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哦。好，接下来呢，这张牌是 Descend 这个下潜哦。这张牌啊，揭露了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大家你们终于获得慢下来的特权了。在三维的世界当中啊，我们很忙碌，我们被教导要不断的往上爬，不断的竞争哦。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四维的时间重整之后呢，一切都不一样了。你们的灵魂选择了下潜，这个下潜并不是退步，而是进入到一个更深的能量重整期哦。你会发现刚换到新环境或是新身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时空感漂移，因为在旧的环境里啊，时间是碎裂的，是被追赶的。但是现在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灵魂的状态，你们现在正在下载人生的一个新蓝图。这张牌啊，本质上代表说，当你下潜的时候，你才能看见自己闪闪发光的本质哦。如果这组朋友你是转职中的朋友的话，代表说接下来新的这个转职会让你接触到产业的核心的技术，虽然它是需要一些时间钻研的，但是呢，它绝对是高价值的累积。那有些朋友啊，如果你之前呢是属于比如说在家里处理家事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是说你们是婚姻破裂的这种重生者，那这张牌啊就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用向世界去急着证明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的下潜啊，它其实在清理过去可能几年到几十年累积的一个业力的淤泥哦。大家不要害怕这一段没有产出的空白，因为当你下潜的时候，这一口发光的井，它其实会给你源源不绝的灵感。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醍醐灌顶的提醒哦。最强大的力量不在于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们敢停下来看清楚自己是谁。好，接下来下一张牌Sunrise 我们来到了日出哦。这张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能量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
我们要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能量日出哦。我们从3维的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生存，要升到5维的一个显化意识哦。在3维的现实中，我们会觉得说，我成功要苦干实干，要就是很辛苦。但是在5维的意识中，当我们的频率对了，成功是自动被你吸引过来的。这张日出牌就是大家的职涯或是人生转变中一个显化力最强大的巅峰哦。过去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很像在黑夜中行军，就是做再多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感激，或是你觉得这个旧的体制就是不适合你，就是没有发挥的一个机会的话，现在这个金色的光直接照在大家的命宫，在事业上你会遇到一个薄弱或是一个完美的平台哦，让你不需要好像很费力的去自我推销。你的专业还有你很独特的一个人格魅力都会像日出一样，让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同时这张日出牌代表的一个二元对立的消失，也就是大家你们不再纠结于对或错，赢或输，你们就只是单纯的存在在这里，并且发光哦。当你站在巨石阵的中央，双手迎接阳光的时候，其实大家正在接收宇宙的密码。对于财富的能量来说这是一场大丰收的开端，就是说接下来会有源源不绝的财富能量注进到大家的生命。那在感情方面我觉得这张牌代表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说你跟你的未来的伴侣会进入到一个神圣对齐的阶段哦。你会突然明白说为什么过去要经历那些黑暗跟风暴，因为都是要让你在此时此刻可以以一个最纯净的姿态去迎接辉煌的黎明哦，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好运而已，而是大家的灵魂已经完成了升级之后，宇宙绝对必须给你对应的一个荣耀哦。好，能量很强的一张牌下一张牌Going Deep。这张牌是深浅，也是要大家往内往下走。好，这张牌呢突破了限制的维度，我们看见了生命本自具足的一个丰盛哦。这张牌带领我们来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景色。这张牌是深海，深海呢是一个零阻力的一个境界。那在3维的世界中，我们觉得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去抢夺资源。但是这一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丰盛就是你的本质，并不是你的战利品。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当你勇敢的离开旧有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新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宽敞无数倍。在事业跟财富上，这张牌代表多元的获利，还有一些隐藏资源的浮现哦。你可能会发现原本自己不是很在意的一些技能或是一些人脉资源，在新的环境中是大家抢着要的宝藏。而且大家有机会遇到许多灵魂家族的伙伴哦，他们就会像深海的鱼群一样围绕着你，提供你资讯、金钱还有情感上的支持哦。还有深浅这张牌它在灵性的世界中也代表一种你可以入世又出世，就是你可以很入世，但你又可以很超脱。就是说虽然你还在物质世界中工作赚钱生活，但是你们的心境已经像这一片深海一样平静包容，而且充满生命力。你不再会因为一时的业绩波动或者是别人的闲言碎语而这个被影响。当你看见万物之间这种微小的连结这种万物一体的一个状态这种体悟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变得很迷人因为你们不再匮乏了，财富就会像潮水、海水一般涌向你，自然而然的流向你。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只看海面上的波浪，要去看海底下有数不尽的一个宝藏。所以呢，这一次的大转变，其实呢，宇宙是把你放进了资源很丰盛的一个汪洋大海好。Your inner light will guide you.
好，这张牌啊，在说你们内在的光芒会去引导你们哦。这张牌啊，它其实代表了核心跟圆满，也就是说啊，其实你们的好消息啊，并不是只有说薪水加了多少，职位升了几阶。你们最感人、最棒的一个好消息，在于你找回了你的火炬。好，这只手持火光、眼神清澈的毛毛怪，就是大家内在的神性小孩。这张牌代表自信的一个觉醒哦，自就是自己的自，性就是本性的性。自信指的就是大家说，你这个人本身就是圆满的，本身就是充满智慧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自带一个发光体哦，只是被世俗的标签给盖住了。但是现在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转变之后，你们终于可以把这些灰尘拍掉，让你们本身具有的这道光露出来。我们过去在三维世界中觉得很苦，觉得很迷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找外在的灯火来照亮前方的路。比如说我们找老板的肯定啊，找伴侣的爱啊，找大公司的一个标签啊，找社会给我们的一些头衔跟名声啊，这个很像是在黑暗里面去跟别人借火。但是这一次转变之后，你会惊讶的发现，那些旧有的职称、旧有的这个人际圈可能都转换之后呢，你内心深处那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自信之光反而亮了起来。所以呢，你会发现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引哦，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光。这个好消息啊，在未来的时间线上，它预示着一种绝对的自由。当大家掌握了这把自信的火炬之后呢，你走在哪里，哪里就是路。你们不需要再依附于任何公司、任何人的认同。在事业上啊，你们已经从一个执行者转变成开创者。你们的直觉会变得准确的吓人，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跟宇宙的智慧源头接轨了。还有在五维的视角上，这张牌代表的是自力更生的最高等级哦。你已经意识到，当你想要显化什么样的未来你本身的光就会照向哪里，然后现实就会在你生命中显化。这个就是大家离开风暴，穿越金色的门之后呢，宇宙要送给大家最珍贵，谁也拿不走的一个大礼物。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还要给我们像什么样子的祝福跟提醒哦。好，来看一下这两张牌哦。首先呢，第一张牌是人格原型哦。这张牌啊，它其实是一个很震撼的能量哦。你们每一次的人生变动啊，其实都代表着一场人格的大型重组。我们在体内啊，可能住着这种几种不同的人格原型哦。有些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比如说受害者或是守门人。那在三维世界的风暴中，我们可能长期使用了某一些充满防御性的一个原型哦，让大家活得很累。但是这次转变之后啊，你终于看清楚这一些保护你的原型啊，它可能同时也是你的阴影。那这里啊，我们再一次连接到前面说的这个自信的能量，自己的自，本性的性。自信就是你最核心最圆满的那个光源。那人格原型啊，它很像是五颜六色的玻璃纸，当大家的自信之光穿透这些玻璃纸之后，其实会投射出不同的行为。也就是说，这张牌在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转变呢，会让你不再受单一的这种状态所困住，就是你不再只是一个可能辛苦的上班族，你也不再只是一个可能为家人奉献的母亲，你意识到你同时可以是创造者，也可以是疗愈者，你也可以是一个勇敢的冒险家。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正的灵性的觉醒哦。当你了解到你自己的人格原型之后，其实你就掌握了自己的人生剧本。所以在未来的要来临的好消息中，你会发现你处理金钱，你处理承诺，或是你的工作方式变得非常的灵活，
因为你已经从一个受害者的能量中毕业了，晋升到另外一个全新的一个维度。这个也是宇宙给第三组朋友的一个最高的祝福哦。当你找回了自信，看穿了人格的幻象之后，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风暴可以去阻挡大家的日出升起哦。你们不单单只是换一个环境而已哦，你们是换了一整个灵魂的格局。从此之后啊，大家就是自己命运最强大的一个创造者。好，我们看一下结尾的这张牌，它叫做好客。我们看到有一个女生啊，她邀请大家进到她的家里面。好，那这张牌啊，告诉大家你们接下来要建立一个就是全新的灵魂的支持系统。在三维世界的逻辑中，我们会区分我跟他，我们跟他们，习惯的会就是在自己的周遭啊，去筑起一个高墙来说，这个是我的，我要保护我的资源，好，这是我的家人，然后这是我的一切，我要跟你做一个区隔。但是这张牌告诉大家真正的强大并不是防卫，而是敞开。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频率的转折。当大家勇敢的离开消耗你的旧环境的时候啊，宇宙想要给大家的礼物就是让你具备迎接新事物进入生命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单单你是敞开的，其他人也会敞开，他会敞开资源，敞开他的家，敞开他的心去连接你。也就是说，你进入新环境之后啊，会展现出一种我觉得是蛮有亲和力的能量哦。你可能会主动的邀请同事伙伴进入你的生活圈，或者是说你会到一个社群中去跟他们做连结。那这种好客的特质啊，会让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的机会。因为在五维的丰盛法则中，你连接的越多，显化的越快。当你大门敞开之后啊，其实财富的流动就越来越没有阻力。那这一张牌更深的一个关键提醒是关于心灵的款待，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像款待客人一样，学会款待你的内心哦。你不要再用社会的这些评价、这些批判啊，来评论你自己。也就是说，当你对你自己展现温柔，展现好奇的时候，其实世界也会用同样温柔好奇的方式来回应你。大家看一下这个欢迎的这个垫子哦，其实就是宇宙对你发出的一个邀请函，邀请所有幸运、具有人缘，然后充满财富的人正式的进入到这扇门之后。好，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最后也跟大家说，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呢，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也想给自己人生一个不一样的机会，或是给自己一个礼物的话，欢迎加入这门课，去看一看你可以如何利用塔罗来帮助你迎接丰盛人生。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